感情最真實、最自然。一群在廬山溫泉度假的年輕人，遇到了來這裡訪問的蔣院長，都禁不住叫着“院長好，院長好”，流露了他們純真的情感。南投，不曉得大家對它有什麼樣的印象？日月潭、清境農場、九族文化村。南投作為全台唯一不靠海的縣市，同時發源於仁愛鄉的濁水溪，也是全台最長的溪流。嗨，我是冠霖，歡迎回來。今天我們來聊聊好山好水的南投，卻有着一處如同末日小鎮的景點——廬山溫泉。位於南投仁愛鄉金村的山谷中，最早這片山地是賽德克族馬赫波社的傳統領域，沿着塔羅灣溪的支流發展。導演魏德聖於2011年拍攝的電影《賽德克巴萊》就與廬山溫泉相隔不遠。到了日治時期，日本人因為以附近一座山的形狀近似富士山，也就是現今的馬海埔富士山，因此將這裡命名為富士溫泉。後來的國民政府時期，富士溫泉改名為現今的廬山溫泉。在1980到1990年代，溫泉業者與南投縣政府擴大投資，在鼎盛時期曾有40多間溫泉旅館。然而，這片山谷本身在大型開發之下顯得越來越脆弱，只要遇到嚴重的風災，便會造成極為巨大的影響。例如1994年的道格颱風，04年的敏都利颱風。再到2008年的新樂克颱風，這場風災成為廬山溫泉的轉折點，河道暴漲帶走沿岸建築，並使得多間飯店倒塌，泥沙淤積相當嚴重。先生，那個河水已經暴漲了，開門下，開門一下。2012年，南投縣政府評估土地狀況後，認為先前的風災造成地基掏空，且上坡滑動的風險極高，隨時會因為後續的風災而再有意外發生，因此宣布廢止廬山溫泉區，並輔導業者搬遷到埔里的福興溫泉園區。然而，被列管的59家溫泉旅店，仍有10家還在持續營業當中。實際上，這些業者都是非法營業的狀態。他們表示：“我們年紀大了，連買地的錢都沒有。”是要怎麼到別處蓋飯店呢？出去求職，又有誰想要聘請我們呢？我們可以借由報道者的文章看到，攝影師徐正堂分別在2021以及2024年卡努颱風過境後，在同一個地點所拍攝下的照片進行前後對比。2026年，我從台北來到埔里轉運站，再坐着車前往廬山溫泉，透過鏡頭去見證這一塊沒落的溫泉聖地。沿着連接埔里與霧社的台14線，當看到莫那魯道紀念碑，在經過雲龍橋之後，就表示已經抵達了廬山溫泉。去埔里啊？
透過鏡頭，我見證了今日的廬山溫泉。絕大多數的餐廳以及旅店都是大門深鎖的狀態，而這間旅店則是大門開啟，隨意讓人進出。空蕩蕩的走廊，標示貴賓室的房間，台式美學濃厚的家具擺設，如同被遺忘的時空膠囊。吸引我的是這扇門旁邊的攝影照片，借由照片，我們得以去想象過去那風光的廬山溫泉風景。同時也借由照片，我們感受到的是驚喜的極大反差，讓人不勝唏噓。後來，我沿着走道來到吊橋下的塔羅灣溪旁，這裡也是災情最嚴重的區域。借由2013年的 Google 街景地圖可以看出，這間名為清心別館的碩大招牌，原本有4到5樓的高度，然而因為堰塞湖潰堤夾帶着大量的土石，今天它在1樓。其他鄰近較為低矮的建築物則已經完全消失。這些如同末日景觀般的廢墟，是如此衝擊我的視覺。廬山溫泉呈現出的不僅是單一故事，而是台灣高山觀光、原住民文化、自然災害以及土地治理之間的複雜交織。凝視着這片受傷的土地，也與我去年拍攝花蓮光復因為風災而重創有着類似的感受。拍攝完廬山溫泉，我們把鏡頭帶到埔里，一個到了晚上就會出現奇妙景色的地方。埔里是全台最大的茭白筍產地，種植面積佔全國8到9成。大概在20年前，茭白筍曾經經歷病菌感染以及癌化症的問題，而影響收成與品質。於是從2010年代開始，為了能夠讓冬季依然維持穩定產量，便開始採用夜間光照技術，達到了1年多次收成的可能。一開始使用的光照是傳統的鈉燈，伴隨的是高昂的能源成本以及光害問題。近年來，南投縣政府與暨南大學進行合作，改以 LED 燈作為光照設備，在混合紅藍光的情況下，使得近幾年夜晚的埔里空氣彌漫着鮮豔的橘色以及紫色的光芒。寧靜接近無聲的夜晚，
我帶着相機漫步在埔里種植茭白筍的路段，眼期所見是超現實的視覺效果，這個被媒體稱之為絕美紫色仙境。我反而認為自己感受到的是詭異，而且如同末日般的畫面。借由長曝光，讓這些光線變得更亮、更鮮豔，如同一個貨真價實的夢和景象。將燈光從高耗能的鈉燈更換為 LED 燈，是從技術跟環保的角度盡可能做到改善。然而，夜間光照本質上依然是對於生態產生的影響。我想說的是，人為對於自然環境的介入，會一直是需要不斷反思檢討的議題。作為創作者的自己，則是將這些拍攝下來的影像給包裝成某種問題意識，讓每一位觀眾至少花個幾分鐘的時間沉澱，思考這塊土地的過去、現在以及未來。你曾經去過廬山溫泉嗎？又或者對這塊土地有任何的想法呢？作為拍攝者的我認為這些主題其實都是具有時效性的，你必須在它完全消失之前，及時的到現場去拍攝，才能讓未來的人有回憶的機會。所以，如果你對這次的主題有任何的想法回饋，或者是有願意可以分享的台灣廢墟，都可以在影片留言處讓我知道。也許在未來的某天，我將會到現場實際的去感受跟拍攝。那麼也很歡迎大家去關注、去追蹤我的頻道以及我的 Instagram 賬號，我都會不定期的去分享新的作品給大家。那麼最後，影片也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。感謝各位的收看，我們下次見。